天下第一淫妇。世人都称我为天下第一淫妇，可谁又知我的辛酸苦辣？我自幼被卖到张大户家为奴为婢，可就在我15岁那年，张大户见我长得越发的标致，就趁母老虎不在家，将我玷污。母老虎得知后，污蔑我勾引老爷，把我送给了城里有名的枯树皮3寸丁武大郎。本以为我的一生就这么草草结束，那天武大的亲弟弟武二郎景阳冈上拳打老虎，成了阳谷县最靓的仔。就在那一天，我对武二郎一见钟情，趁着武大不在家的时候，我借酒向他表白。听说现在流行书皆扫，可武二却是个榆木疙瘩。就在我的希望再次被掐灭的时候，一根顶窗的木棍又让我遇到了高质量男西门大官人。趁着小叔武二出门办差的机会，我与西门大官人纵情声色，好不快活。可是好景不长，不讲情面的武二回来以后，为了给哥哥报仇，居然砍下了我的脑袋。头七以后，我踏上了轮回路，最后不甘地看了一眼人间后，就来到了奈何桥。孟婆递给我一碗孟婆茶，我一饮而下，却感觉又酸又咸。孟婆却说，人生本来就是这样。当我喝下第2碗孟婆茶时，从前的往事历历在目。孟婆又递给我第3碗，让我喝下，忘却前世。就在喝茶的那一刻，我又看到了武二砍向我的屠刀。我要报仇！就这样，带着些许记忆的我，一跃跳下了转轮台。1968年，我重生为单玉莲。由于2杯孟婆茶的原因，我的记忆已被尘封，只是偶尔能想起一点凡尘俗事。此时的周遭全都乱哄哄的，我一个没人疼的孩子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可当我看到火堆里的一本书后，却十分的渴望翻开它看一看。当我靠近时，那本书却化成了灰烬。经过10年的努力，我终于变成了一个有用的人，成为了歌剧院里演白毛女的主角。就在我要上台表演的前一天，校长却把我叫到了办公室。在这些年里，我可以说是被校长养大，可这次校长看向我的眼神却不一样了。你长得太够水平了，可是发育出了偏差。便在这瞬间，张大户的样子突然出现在我的记忆中。在不知不觉中，校长与张大户似乎重合在了一起，将我玷污。清醒后，我想奋力反抗，可此时校长夫人却推门而入。你个淫妇！此时仿佛我的命运又回到了前世，被扣上淫妇的帽子后，我就被发配到了跃进鞋厂踩缝纫机。本以为忍一忍，一辈子就踩过去了，一抬头却又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那样貌会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中。武龙是厂里篮球队的主力，这天我在球场上默默地看他打球，发现他的球鞋居然是破的，于是我就亲手为他做了一双球鞋。此时的我心中十分害羞，想说的千言万语也说不出来。递上球鞋后便转身就走，可送鞋的这一幕恰好被小人看见，第2天就把我拉了出来。此时我也意识到，原来人长得太漂亮本身就是人群的异类。此时武龙也被推出来表明立场，没想到前世威武雄壮的打虎英雄，这一世却成了一个唯唯诺诺的小男人，居然表明要与我划清界限。其他人却不买账，要让他做出实际行动。于是武龙就狠狠地给了我一耳光，这一耳光彻底把我打醒了。这个男人根本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人。经历过这件事以后，我鞋厂工人的身份也没了，要被赶回老家种地。武龙心中有愧，塞给我一袋馒头，为自己的窝囊而道歉。就在他对我支支吾吾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，我反手就把馒头砸到了他的脸上。看着他不知所措的样子，我居然隐隐约约有点心疼。回到老家之后，只会跳舞和做鞋的我，只能摆地摊卖水果。我故意用粗鲁的姿态让自己不那么出众，但漂亮是遮不住的。一个外地来的3寸丁居然直勾勾地看着我，我问他买不买水果，他就想要跟我拍照，我自然要收费10块啊，10块啊。3寸丁欣然答应。他介绍自己叫吴大，在香港开饼铺，要跟我交个朋友。我告诉他家里非常热，吴大居然买了一个空调送到了我家中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新奇玩意，可是他刚一开机，整个村子都停电了。街坊邻居们都知道是我的原因，纷纷
番指责谩骂。面对外面的污言秽语，我感觉既羞恼又愤怒。我实在过够了这种日子，想要逃离这个落后的小山村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就在此时，武大居然壮着胆子向我求婚。起初我并不想答应这个3寸钉，因为在我的心中对武龙还有一丝的幻想，可我也实在受不了外面的流言蜚，于是就答应了吴大的求婚。次日，我便跟着吴大来到了香港，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劳斯莱斯和高楼大厦。当天晚上，武大就和我举行了婚礼。可当我为吴大的太婆敬茶时，他就不肯接受我，还说我太漂亮，是来讨债的狐狸精。吴大的6个姐姐更是对我横眉冷对，看得我十分不舒服。回到房间后，我才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不是门当户对的婚姻，就是寄人篱下。晚间还要出来敬酒，可一张8仙桌坐了7个人，偏偏容不下我。这几个老娘们儿明显要给我来个下马威，举目无亲的我也只好忍气吞声。院中锣鼓喧天，同村的兄弟们来给吴大撑场面，一个舞狮迈着矫健的步伐向院内走来。看到舞狮人的样貌后，一段恍惚的记忆顿时浮现在眼前。转眼间就来到洞房花烛夜，而武龙却只能不甘地在窗外观望。而屋内的我对着镜子，却见到自己正身着艳丽红装，去穿一双3寸金莲。站起身后，我看到窗前的蜘蛛，仿佛看到了被困深宅的自己。次日，我跟吴大提出不想住在老宅里，没想到吴大还挺识趣，早就做好了准备。拆开看看。拆啊！拆啊！搬进了大豪宅后，我感觉什么都很新鲜，尤其是只有在电视上才能见到过的马桶。吴大还为我准备了另一份礼物，我十分开心，就吧唧一口就亲上去，以为幸福生活就要来临，却看见武龙正站在一旁。原来武龙是吴大的同乡表弟，吴大见他忠厚老实，就雇佣他为嫂子开车。我们2个为了保住现在的生活，我们彼此都装作不相识，聊起了家常。吴大还大度的让武龙住在了新房子的客房里。晚上，武大带着我们2个去游乐园玩，在坐海盗船的时候，眼前突然浮现出了不一样的场景。随后，吴大突然肚子不舒服，去了厕所。我和武龙来到一个古香古色的酒馆，仿佛回到了1000年前。小叔，大哥什么时候回来？告辞。小叔，我等了你3个月了。就在此时，一道闪电让我们回到了现实。不知所措的武龙急忙缩回手，向楼下逃去。见到吴大以后，武龙本想说出我勾引他的事情，可又没能说出口。第2天，武龙见到我以后，就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我想了一晚上，我想……开门。”我并没有给他说出话来的机会，随后我便来到驾校学车。武龙在接我回家的时候下起了暴雨，他傻傻的不敢靠近，被雨淋成了落汤鸡。上车以后，我就将丝巾递给武龙，让他把雨水擦干。回家以后，吴大单独找到武龙。哎，老婆不美不想看，老婆太美又心慌慌。哎，咱们哥俩我才说，其实我很担心。哎，我不是说你啊，你挑大粪都不会偷吃。原来吴大并不傻，他早就看出了我看武龙的眼神不一样。他这样说也只是点到为止，来提醒武龙而已。今天是太婆的108岁生日，吴大知道我不喜欢太婆，就拜托武龙将一份礼物送给我。他今晚不回家，可没想到吴大一时粗心大意，居然拿错了礼物，把送给我的睡衣送给了太婆，而要送给太婆的那件黑色寿衣送到了我的手中。穿上这件衣服以后，我仿佛回到了前世，一时兴起，我就来到厨房调戏武龙。正人君子也难抵风月情谋，更何况武龙心中有鬼，直接被吓跑。停电了吗？你先上楼吧，我去买保险丝。我就像潘金莲附体一样追了上来。武龙见我坐上了车，还是硬着头皮发动了汽车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在路上我也不能让自己安分。就这样，武龙逃下了车。而此时的我，好似彻底陷入了前世，不能自拔。扭头一看，一个貌似西门庆的男人正领着一群美女进入了一栋大宅。我也不由自主地跟了进去。推开大门，我仿佛回到了1000年前的狮子楼。
这里灯光不停地闪烁，纵情声色的声音不停传来。我向酒保点了一杯女儿红，不知所以的酒保却给我上了一杯82年的拉菲。我一边喝酒一边看着眼前的场景，甩动着手中的金链子，金链子突然脱手，就如同1000年前那一根木棍一样，砸中了西门大官人。当阅女无数的西蒙见到我时的表情，就如同1000年前的西门大官人一样。我不由自主地对他说道：“官人万福。”也就是这句话彻底点燃了西蒙，他直接扛起我就回了家。1000年前与西门大官人嬉戏的场景不停地回荡在眼前。次日醒来以后，我彻底清醒，我知道自己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，急忙收拾好了衣物，逃一样的离开了这里。回家以后，我急忙洗掉了身上西蒙留下的痕迹。武大爷回来了，他一直追问我昨晚去了哪里。虽然我心中有鬼，但是武大非常好糊弄，我直接拿起水果就塞住了他的嘴。可此时电话就响了起来，我接起电话一听，居然是西蒙的声音。武大还想再问，我心中大乱，于是就发起了脾气。对，什么都是我错，你以为我愿意啊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随后我便来到黄仙庙求签，并把我最近遇到的怪事告诉了庙祝。庙祝却对我说了一番奇怪的话：人有前世今生，犹如父母子女一脉相承，还是及早回头是岸。回去吧。他的声音就像有魔力一样，我不由自主地转身离开。可当我想要再问个清楚的时候，庙祝却已经消失不见。等我回家时，武龙早已在这里等待，并且说出了他的心里话：那次批斗以后，我就不再打篮球。找到新疆说你到了广州，我在广州找了你2年，原来你偷渡来了香港。他第一次鼓起勇气牵起我的手，就是为了让我不要离开别的呢。可是为了现在安稳的生活，我也只能把对武龙的爱藏在心底。进到屋内以后，又被吓了一跳，西蒙居然出现在了客厅里。原来他是个摄影师，来到这里是为了借吴大的祖宅拍一组写真。西蒙在临走时对我的小动作被身后的武龙看到，为了防止东窗事发，我来到西蒙家里，求他不要将那天的事情告诉吴大。西蒙却满不在乎，因为他这里的每个女人都要比我年轻漂亮。原来只是我自相情愿的对当晚的一夜风流念念不忘。随后西蒙便敞开门把我赶走，才嘲讽道：我觉得你真的很像古时候抓小脚的女人一样，那么有意思啊。而偷偷跟在后面的武龙抬头看到光着膀子的西蒙，以为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脸都被气绿了。3天以后，西蒙便带着团队来吴大的祖宅拍写真，他带来的模特自然也一个比一个年轻水嫩。他们看到108岁还裹小脚的泰国，就感叹了起来：依我看，30岁以前死最好。我啊，还有12年，你呢？我才20岁，谁比我小的举手。我。听到年轻姑娘们的谈话，我也意识到今年已经30岁了。等我年老色衰的时候，那个傻乎乎的吴大还会喜欢我吗？化好妆以后，西蒙就开始了拍摄。不一会，他发现扮演潘金莲的女模特居然没到，可他扭头看向我时，却不由分说就把我拉到了化妆师前。化妆师傅给我换好衣服，就问西蒙：化什么妆啊，潘金莲？化完妆以后，众人都惊呆了。他们发现我简直就跟书中描写的潘金莲一模一样。在我眼中，西蒙又变成了当年的西门大官人。于是我俩便情不自禁地来到了一间废弃的书房，直到书架被推倒，我才清醒了过来。西蒙还想继续，可此时武龙却闯了进来，西蒙也只好识趣地离开了书房。武龙非常气愤，开始质问我：你阴贱！你不用给你自己找借口，你说你有没有？有。我也向他发起了反击。你说爱我，为什么不跟我走？怎么走啊？日子还长着呢，饿死都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说过要跟你一辈子了吗？以后是以后，以后那么远的事，我才不相信呢。也许以后各走各的，不过你没有种，你没有种，我看不起你。而气急败坏的武龙却放出了狠话：如果你再对不起我大哥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看到他现在的眼神，我仿佛看到当年的武松。
当他们都走后，我才发现地上描写潘金莲的那本书，另一边，西蒙在临走时将他的独门秘方送给了吴大，并且提醒他千万不要用酒喝或者过量。这一幕恰好也被武龙看到，随后吴大便迫不及待地把我叫到房间等待，而我始终放不下那本书，观看了起来。吴大也数起了10拳大不完，没关系，多了不吃亏啊。在喝的时候才发现附近没有水，于是他就喊我给他送水。毫不知情的我拿起桌子上的半杯二锅头就给他递了出去。吴大没有多想，一饮而尽。我也着急的想回去看故事的结局。就在此时，传来了吴大的惨叫声。当我和众人赶到时，吴大已经没有了呼吸。武龙指着我，以为是我害死了武大。就在武龙要一拳打向我的时候，才想起了西蒙送给武大的药，一股不好的预感顿时涌上了我的心头。我急忙开车追上去，在路上，武松与西门庆血战狮子楼的场景历历在目。果然，等我开车赶到时，西蒙已经被武龙丢下楼。现在的我非常害怕，前世被武松一刀穿心的画面浮现在眼前。眼看武龙从楼上追了下来，我以为他要我别给吴大陪葬，开车就逃。另一边的吴大突然醒了过来，原来10拳大补丸对他根本不起作用，他只是喝下那半杯二锅头，醉倒在了床上。与此同时，武龙突然绕到了车前面，我根本不敢减速，他却拼命扒住我的车窗，好像要对我说些什么。可是手忙脚乱的我却把油门当成了刹车，一下就把武龙撞到了巷子里。此时的我才猛然惊醒，急忙将武龙拉进车内，赶往医院。在路上，眼看武龙就要不行了，他才把真心话说了出来。我真的很爱你，你不要死，我们可以重新再来。你不会死的，你不会死的。既然这一世又不能跟你在一起，那我们就来世再见。我的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见。